你好，我是 Alex 阿里啊。有关币安和 FTX 干架的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已经是第3天在聊了。今天这一整天的这个剧情呢，也是波荡起伏，一波三折。我们今天呢，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操蛋的一天啊，聊一下今天这个一波三折的根本原因啊。第二部分呢，结合这个黑人大佬叫 Arthur Hayes 的一些言论，那么我们预判一下底部的位置和大概的时间啊，以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能从这件事情当中学到什么啊？那这比做空赚到钱还重要啊！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啊，这关系到你下一轮财富自由的这个实现度。那加不加我会员不要紧啊，最主要的是你的思路要跟上啊。好，我是 Alex 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的技术啊。那视频呢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分析和一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点点滴滴的影响。另外呢，我的电报呢有个会员群啊，我的目标呢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在下个牛市周期赚够这辈子足够的资金。感兴趣的朋友，请通过视频下方缓冲群的链接呢找到我，或者是群助手咨询进群的方式。美国西部时间的今天早上啊，我所在的这个南加州啊下起了大雨。我在我的这个免费电报群的朋友都知道，我做空 Solana 呢一直都在跟大家互动啊。但是今天早上 CZ 发推文说 SBF 求饶了，准备收购 FTX。那这个时候市场呢反转了啊，我也是在第一时间呢跟所有的空军都说要平仓了啊！我今天呢是约了2个客户，但是今天早上呢他们都发消息说，由于下大雨的原因啊，可以改约到明天。但是呢一想啊，我今天也没啥事啊，这个合约也平仓了，那就去见见客户吧，把事情做完。临走之前呢，我就将这个做空赚到的钱全部梭哈了以太坊。那今天这个雨大的，在高速上也是根本没有办法开车啊，一路上都是心惊胆战的，也看到了很多车祸。但是呢，就在我下车的时候啊，发现市场又反转了啊！以太坊竟然到了1200了，瞬间呢我就亏了15%啊，真是服了。那千算万算呢也算不到反转之后还有反转。那早知道会这么样，见什么客户啊？我在家里面继续空啊，多爽啊，对不对？那好就好在是现货买的以太坊啊，不用太担心。后来发现呢，原来全球的加密货币监管机构啊，他们发话了。那么新闻是这么说的啊，根据 CoinDesk 的报道啊，如果说全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啊都担心币安收购 FTX 会限制市场选择，那他们有权阻止重大合并，并且呢也有严格的法律禁止反竞争行为。对于规模较大的交易啊，如果说未获得批准，欧盟委员会可以对其处以最高10%的营业额的罚款。美国 CFTC 也表示啊，正在关注此事，但是呢没有表明态度。CFTC 呢也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美国期货管理委员会。那这个意图呢就很明显了啊，就这个收购呢确实是违反了反垄断法，所以整个市场就在瞬间就崩了。 FTT 呢也是狂泻不止。那我第一天我讲的时候就说不要碰 FTT 啊，不要碰 FTX 相关的所有的东西。那还有人在留言区抬杠啊，那今天我也不知道这个抬杠的朋友怎么样了啊。那这一崩啊，比特币就直接到年度的新低了，一步到位到17000了。上一次的低点呢是17500。以太坊在合并这个利好的加持下呢，并没有达到之前的低点，并没有到这个800多，维持在了1300附近。我们等一下会分析大概的这个底部以及到达的这个时间啊。昨天视频我们聊到 Solana 有一个清算的这个价格呢是21.6块啊，今天已经到了啊。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Solana 的跌幅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即便这样呢。还是有很多人飞蛾扑火去买 Solana 的现货啊！我不知道你们这个钱是不是来的特别容易啊？那这里呢，只能祝你们好运了啊！那随着这个价格呢越来越低，上下的幅度呢也会越来越大啊，波动就会越来越大。那大家如果还想继续做空的话，一定要让保证金加满，仓位拉低，杠杆降低啊，防止爆仓。你爆仓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啊！我的资金呢？目前呢已经被以太坊套住了啊！再说呢，做合约真的是好累啊！我已经2天晚上没有好好睡觉了，那我今天晚上一定要补一个好觉。睡不好呢，心里真的会变态啊！咱也不知道天天做合约的各位这种博主，他们的精神还正不正常啊？2天 FTX 就濒临破产的边缘了，爆炸头 SBF 的身价呢也从160亿美元缩水到了9亿美元了。FTX 最近1周从市场上抽走了超过60亿美元的流动性啊，那些为 Alameda 提供授信的借贷机构以及被 FTX 抽走流动性的中心化的平台也是岌岌可危。根据 CoinGlass 的数据显示，在过去24小时内FTX 上的比特币的数量
减少了19941.64枚，目前呢持有量只有36.14枚啊。那大部分呢是被这个客户啊被提币提走了。另一方面呢，Binance 的过去24小时的比特币数量增加了20931.7枚，当前持有量是519007枚的比特币。美国中期大选呢很快也出结果了SBF 捐给美国大选的将近4000万美元的这种捐助款啊，几乎也是打了水漂。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部分的资金呢是捐给了民主党，结果呢民主党烂泥扶不上墙啊，还有一部分呢是捐给了对加密货币友好的共和党的候选人，然并卵，你的交易所呢都 game over 了啊！以后大家呢看待 SBF 呢，就是像看待一个赌徒一样了，就像看待前面倒下的这个斗矿和三箭资本的朱苏一样了。那前面的 Luna 崩盘不久啊，三箭资本呢也接着爆雷啊。那我们大家也要注意，远离一切跟 FTX 和 Alameda Research 有关的任何的公链和代币。那这些名单呢，我已经在我的免费的电报群分享给大家了，大家可以进群去看一下。那大家呢可以自由的选择去做空还是什么啊？那我反正之后如果说没有这种确定性的机会，我是不会碰合约了啊！我已经在昨天的这个节目里面分享了啊。接下来我们进入这个今天的第二部分啊。大家还记得这个黑人大佬吗？他的名字叫做 Arthur Hayes， 我视频讲了他好几次了。他是这个 BitMEX 的联合创始人，加密货币的大佬，写了很多经典的分析的文章啊。尤其是前面对这个俄乌战争的分析啊，简直就是鞭策入里，一针见血啊！我之前呢也是跟大家在视频里面分享过的啊。他这2天呢在推特上呢是口吐芬芳，直接开骂 SBF， 说这个 SBF 就是一个赌棍，大家可以去围观一下啊。今天这位大佬呢，他说他买了交割日期是2023年3月份的比特币的看跌期权，行权的价格呢是15000美元。然后呢，他评论说 FTX 就是币圈的雷曼兄弟啊，大家可以去查一下雷曼兄弟的这个破产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记录啊，我觉得还是非常贴切的。我刚刚也看了一些分析的文章 ，Hayes 呢是美国人啊，对雷曼兄弟的破产的经历呢是非常熟悉的。雷曼兄弟当初呢也是发行了很多的金融的衍生品，连环套利，后面暴雷呢也曾想过卖身自救，但是呢最后神仙也救不了，只能申请破产。那我们看到这个 SBF 啊也想卖身自救啊，但是呢币安对FTX 目前的收购的协议也是非常不确定性的，他们在这个上面合同上也写到了，如果说漏洞过大，币安呢可能会随时撒手不管，但是后面呢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不同的这种公司的暴雷的出现。如果说 Hayes 说的对了， FTX 就是币圈雷曼兄弟的话，那么币圈还真的要好好的自我净化一段时间了。那这段时间到底有多久呢？我们等一下会讲到。那这期间呢，只要大家我们还能坚持的活在这个币圈里面活下去，那么下一轮牛市想不发财都难。但是问题是这个底部的区域要多久呢？我个人认为呢，怎么着也要到2023年的下半年了，等所有的这个大环境都好转，战争结束，加息结束啊，这个粮食和石油的价格降下来，降到这个正常的轨道上来，经济慢慢的好转，这些都是外部的这些环境。那币圈内部这些所有的这种隐患啊，都清理干净了啊，也需要一段的时间。毕竟上轮牛市出来的各种的牛鬼蛇神呢，还没有完全现身啊。但是呢，我认为这种大的级别的这种暴雷呢，几乎出的差不多了啊。那么后面呢，就是零星的一些小散的这种牛鬼蛇神的这种暴雷啊。我们也看到这个本轮牛市出现的最耀眼的3颗星都已经陨落了，分别就是 Luna。3AC 和 FTX。 那如果说你的资金量不大的话，可以等一等建仓抄底啊。如果说资金量很大建议你呢慢慢的分布建仓抄底，或者说干脆就定投起来定投这个大饼和二饼。那最后我们说一下，我们从这件事情能学到什么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如果说你的资金量很大一定要齐币到冷钱包里面不要放太多钱在交易所那所有的中心化的交易所都有完蛋的一天，你不知道哪一天它会完蛋。那我们今天
看到几乎所有的交易所都在做2件事情啊，第一就是澄清和 FTX 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呢就是提交审核资料，那他们都害怕被币安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机构狙击。第二个经验呢，就是我们在遇到这种大佬打架或者是某机构被集中火力鄙视或者是做空的时候啊，你要先知道保命是第一要紧的事情啊，然后再想赚钱的事情啊，不要做飞蛾扑火的事情，除非呢你们能买下来这整个公司，否则不要去做傻事儿啊。第三呢，就是遇上突发事件你要紧跟这个事情的脉络啊，不要再去听什么技术分析了，这些技术分析的博主分析不出来做空的利润。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如果说你觉得对你的投资有所帮助，请点赞这个视频，订阅我的频道，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 ，peace。